发现了一口锅，这是孟婆熬汤的地方吗？难道奈何桥真的存在吗？50年前，有老人误入山洞，发现一座飘忽不定的古老木桥。在我的下方，竟然出现了一座一座的桥梁，连通着这个深渊的最深处。这里位于贵州六盘水的一处深山幽谷之中，当地人称为张口洞。就在我们来到蜀锦中部后，地上散落着的麦穗、数十米高的木梯、洞底的铁制大锅，都仿佛诉说着这里的极不寻常。地心人可能真的存在啊！今天我们去的这个洞，传说啊，里面就生活着一群非常神秘的人。看前面就是它的洞口了，这个洞口很小，只有2米多高，里面好像还有一根记事柱。哦，这个看起来像一只人的脚掌。看这是一根钟乳石，还被人凿过。入口进来，这里就开始往下了。看，还有人修砌的这种阶梯，这里下去非常陡，大概是一个70度的一个斜坡。下面出现了一个深渊，一个黑洞洞的圆形的口子，像个烟口哈。对，像一个烟囱，而且这上面都有一些黑色的痕迹，这应该都是烟熏的。你看地上好像是人刨出来的。这个地上呢也有一些坑坑洼洼，应该是人刨出来的。一路从上面那个洞道下来，在这里发现了一些人为的痕迹。这个像是一个什么工具？这里有一些陶罐的碎片，在前面就是一个深渊。我们丢个石头测试一下它的深度。深不可测。往后面站，下面就这么厚一层，我跟你讲，下面全是空的。我的天哪，这下面全是空的。真的，等一下你下来看嘛。现在我们已经布好了点了，准备从这个深渊这里锁降下去。看我们站的位置，这个岩层的厚度大概是30公分，下面就是一个大空间，一直往下的，这应该都是被人掏空的。从我这个位置下去，现在就是一个垂直悬空的状态。我们现在呢来到这个深坑的50米的地方，然后在这里是一个斜坡，下面还是一个竖井，这里到处都是碎石，很危险。哇，小心石头掉下来了，小心！一定要把这些碎石排干净。下面就是一个深坑，所有的队友都来到了这个峡谷里面。这下面全是乱石，看到了吗？这些石头啊，一踩就会往下掉，可能有2、3吨了。不敢从这里走，我们就打了一条横切线路，横切到安全的地方，然后再锁降。在我们横切过去，这里有一个小入口，而且有人为开凿的痕迹。这里在以前肯定是住了很多人的。这个小入口过去，不知道会有什么奇遇。从这个小石门过来，在这里发现了很多的煤，看到了吗？然后在这边就是一个悬空栈道，这下面可能有200、300米的高度啊。我们要从这个悬空栈道过去，这个栈道年代非常的久远了，大家看这些木头啊，完全已经腐烂了。看，用手轻轻一掰，就成一包灰。看，这些都是这样的灰。他们是用这样的构树皮绑的这个沙树，这个树的直径大概是15公分，1、2、3、4、5根树搭的一个桥。以前的古人啊，真是太厉害了，敢在这样的悬崖上面架这样的栈道。这边是用这种葛藤啊绑的，这些藤子完全粉碎了，所以我们都是布了安全绳的，要不然不敢过这样的栈道啊。我们都是做好安全防护才敢过这样的路梯，下面就是万丈深渊。
古人在这里做了一个挑梁，把这2根木头挑住的。这个挑梁的直径大概是8到9公分左右。他们用凿子凿出了一些孔洞，把这2根木头呢，像一个梯子的形式连在一起的。这些都是断掉的，然后它下面还有用柱子撑起来的。马上这个栈道就要结束了，然后在这里过去还是这样的峡谷，不知道还要不要绳子，我们决定爬上去看一下。这是他们搭的桥，不敢踩。在这里还发现了一些麦子，看这是麦穗。难道有人在这里面种麦子吗？到处都是这种麦草的痕迹，前面也是。这边的麦草越来越多，看到了吗？全是这样的麦草。难道里面有土吗？看到了吗？那个小亮点那里就是第1道天险，我的队友他们还在过，然后我已经到了这个深渊这里了。这里又发现了一个梯子，梯子下面可以看到是一个很大的大厅，感觉下面堆满了很多奇形怪状的东西，不知道是什么。越往下，这些楼梯啊越粉，看它全呈这样的泥巴形状，全是这样的粉掉的。然后下面还有楼梯，马上要到底了。我们从栈道过来，我们在这个岩壁上面又做了一个点了，直接往下，很快就能到底了。现在所有的队友都安全的来到了这个竖井的底部，他们在上面发现了什么东西，赶紧上去看一下。我的天哪，这里有条路，哇！这里有煤炭，看可能还有几百斤没有烧完的煤炭。这是一个泥沼，但是已经腐烂了。我们在上面看到的一些奇形怪状的东西，就是这些削坑。这是一个8字连环坑，然后在这边呢是一个灶台，里面的这些煤炭还没有烧完。这里还有筷子，这古人留在这里的筷子，还有一张钟皮，这应该是做钟声用的。这个呢，应该明显是他们做饭的一个地方。哎，下面还有一个灶台，这可能是他们弄铁板烧的地方，石板烧。这里是一个，这是一个床，这个地方应该是，还可以看到有枕头。在这边是一个保存非常完整的灶台，还有一口锅。我的天哪，这个是孟婆熬汤的地方吗？有可能。看，他们以前就是烧这样的煤球。我知道这个地方是干嘛的呢？哎，这个锅上面还有一些白色的物质。这个地方应该是和煤球的地方，嘿，对不对？这不是，那边才是和煤球的地方。哦，那边有煤炭。那边有煤炭。这是一个泥沼，一根棒子就是用来夯实那个小土的。这2个应该是古人的枕头，他们用这样的钟绳呢绑在这个石头上面的。这些都是一摸一股灰，全是这样的灰。枕头下面什么都没有。这个大厅是挺大的，大概占地有400个平方左右，洞厅的高度应该有80米左右。现在呢，我们朝这个洞道出发。这个洞道明显是人为硬生生凿出来的一个洞道，从这些钟乳石里面，还有这样的煤灰。哇，前面出现了钟乳石。看这里是不是像一道门？看起来感觉像电视剧里面的青铜门一样。进来后，这是一个
100多平的一个洞厅，边上全是这种白色的岩壁。哇，在这边有一根汉白玉石柱，特别的漂亮，纯白色的，水就是从这个石柱上面流下来的。下面呢就是一个水池，这个水池边上大家可以看呢，已经完全的钙化了。住在这里的人，应该就是在这里取水的，因为熬箫必须要洞穴里面的水。这根石柱是特别漂亮的。我们现在去寻找其他洞道。这边有路吗？我去瞧一眼。在这个大厅的角落，还是这种白色的，像瀑布一样的这种钟乳石。这个洞道有意思啊，而且感觉这个洞道很深。这明显就是一个远古的地下河床。哇！我的天呐！快点过来！这边好大的空间呐！这上面竟然还有钟乳石！没想到这个下来后是这么大的洞道。所有的绳子都用完了，我们现在用的是脚蹬带，然后从这里下去，进入下面的那个位置空间。现在我已经下来了，下面就是一条远古的河床，这里很多的龟裂纹。哇，这个岩石层层叠叠的，看它有这样的纹路，不知道这条通道能够将我们带到什么地方？看，这里有水淹过的痕迹。洞道越来越小了。哇，这里不知道能不能爬过去，特别狭窄的一条缝。哇！我的天哪，特别的狭窄啊！这应该是水流冲刷出来的洞道。现在爬到这里，头都抬不起来了，前面过不去了，要退出去。终于退出来了，前面太小了，我爬不过去。这里应该全是淹起来的，在以前。现在是晚上11点钟了，安全出了这个竖井。没想到真的在下面发现了很多人为遗迹。本期视频呢就拍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观看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